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来说说 AI 话题吧。我现在还是用我这新的手机拍的啊，就是华为的 X5。现在是白天，就是自然光。我发现自然光要比我这里的那个人工的光线更好。大家知道了，今天早上德国时间我上传了一个8分钟的节目，就是我这2天在学习 AI 嘛，然后呢就做出来了。使用了2个软件，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DeepSeek，也就是深度求索；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其实也知道叫剪影，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剪辑软件。然后呢，它里面也有 AI 的功能，所以呢，这2天我就学习，终于做出来了。首先呢，用 DeepSeek，我就写了一些文案，找一些资料，我觉得非常有用。接着就是用这个剪影做一个所谓数字人，就是我先坐在相机前，自己录一段啊，2到5分钟，随便讲，你讲什么都可以。他主要是想录下来，一个是你的表情，另外一个呢，你讲话的语气啊，还有你的吐字啊，以及你的发音等等。然后录出来之后就上传了。上传之后呢，剪影这个软件花1个小时把你这个真人录出来的那个视频，把它转换为一个所谓数字人，也就是克隆你这个真人录出来的东西。有2点让我感到非常意外，那就是剪影这个 AI 功能啊，它能够把我这个声音把它克隆到我认为相似度有90%到95%左右。另外呢，这个人的表情呢，与我录下来的也差不多，表情啊还是非常到位的，与我真人的相似度也非常的大，我也觉得应该有90%到95%左右。唯一我觉得不好的，目前我觉得不能代替真人的，那就是在说话的时候，那个数字人呢没有什么表情，就是来来去去就是那20秒、20-30秒的表情，它是重复的啊，比较生硬。没有真人说话那么抑扬顿挫呀，因为真人的话，你要看到旁边那个气氛呐，或者有时候有自己的语气的烘托啊等等。我认为啊，就真人说话要比这个数字人说话要好很多。就是目前看来啊，这个人工智能，我认为还是刚刚起步的阶段，还不能够完全代替人类的工作。所以呢，目前呢，我还是不会失业的。但是这个好景咱们就不知道了，具体还要等多久？然后呢，这个数字人就可以完全取代人类工作了，这是我很担心的啊，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假如某一天我失业了，那我就可能没收入了。你们也看到了，如果是用数字人做出来的那个视频，也许从吸引力来说，没有一个真人说的那么有吸引力，还是太枯燥了嘛，对吧？另外一个呢，我发现让我也感到非常意外啊，也是比较惊喜，就是中国的科技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刚才说了啊，人的表情它可以克隆出90%以上的相似度，还有我说话的那个嗓音，说话的语气也可以相似度90%以上。另外呢，嘴型可以说它的相似度竟然可以达到几乎100%，他说话的内容和那个数字人张开嘴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啊，跟真人说话一样。所以这一点呢，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奇。当然，我只试了普通话，我不知道讲方言啊，或者是说讲那个英语啊、德语的时候，那个嘴型对不对得上。这普通话竟然这个口型100%或者99%对得上，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那就说明啊，中国这种 AI 技术已经非常牛逼了。那背后呢，就是中国这种什么 IT 的人员，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好，说的那个技术，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呢是 AI 的啊。AI 大家也知道，就是突然中国蹦出了一匹黑马，就是 DeepSeek。像 DeepSeek 类似的，听说中国现在有3-4家、4-5家，但是 DeepSeek 因为它是一炮走红，所以在全世界特别出名。加上呢，全世界的媒体都来报道，相当于呢帮 DeepSeek 做了很多免费的广告，所以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现在啊，比如说在德国，我看到德国的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很多的报道。目前为止啊，在德国我们是可以随便使用的，就是不知道今后是不是西方国家
会越来越多的会禁止它。意大利特别积极跳出来把它禁止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它，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开源的，是免费的啊，可以说大部分使用都是免费的。当然有些功能你要付费，但是付费的话，竟然呢只有比如说像美国 OpenAI 的1/30吧，好像 DeepSeek 它每个月好像是$2.19左右，人民币可能是15块钱左右吧。但是 OpenAI 每个月好像是60到60多美元，所以呢就是相当于1/30。你看这个成本啊，这个中国这个软件的成本，这个 AI 的成本，这个 DeepSeek 有多低，对吧？反正西方国家也承认了啊，它的功能呢与 ChatGPT 几乎是一样的啊，但是它的成本呢只有几十分之一啊，好像是1/20，也就是 DeepSeek 它的成本只有那个的5%，只有美国那个5%。所以现在全世界只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几乎呢都会迫不及待的使用这个中国的 DeepSeek， 因为美国那个成本太高了，一般的公司啊都承受不起，对吧？这也是你看为什么那天中国这个 DeepSeek 报道它的功能有多强大之后，那天你看光是英伟达，也就是人工智能芯片的那个啊，一天之内就损失了6000亿美元，有的说是5000多亿，有的说6000亿，6000亿美元，整个地球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一家公司一天损失那么多的，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中国 DeepSeek。另外呢，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啊、惊喜的是，你看这个 DeepSeek 这个创始人叫梁文峰，对吧？他是一个不知道大学有没有毕业，我具体没有关注过啊，应该是没有读过中国国内研究生的一个人，然后呢也没有出过国，也没有留学的那个海外留学的经验。但是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技大爆发，很多后面呢这个高科技公司都是中国国内的年轻人，很年轻，20-30岁，20多岁。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啊，其实目前这个时代并不是说你掌握先进的技术一定要到国外去什么镀金啊，去开世面，并不是啊。你看国内的人照样可以做出世界上最顶尖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让中国人感到比较欣慰的。不过也难怪啊，因为中国的理工科人才那么多，每年应该从大学毕业就有好几百万，像一个美国它可能就是几十万，而中国一个国家就好几百万，也就是说中国一个国家它每年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人才要比整个西方国家的加起来还要多。虽然印度有14亿人，而且现在它的人口比中国还要多，但是印度的这个人才绝对是赶不上中国的，因为中国这个教育水平啊是相当高的啊。不是说在帮中国说好话，因为我在海外待了那么多年，我也看到过了啊。我真的认为啊，在很多事情啊，我认为啊，西方人，比如说德国人啊，还有欧洲人，还有美国人，他们都特别脑残。所以虽然过去啊，他们在世界上取得了很多，比如说诺贝尔奖，有什么物理的、化学的什么这样那样的，但是照我的观察，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崛起了，发展起来了。至于什么时候拿诺贝尔奖，要不要去拿，我觉得没有那么要迷信这个诺贝尔奖，特别是诺贝尔什么和平奖呀这种，根本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看重它。当然，像这种物理奖啊、化学奖、生物奖这种诺贝尔奖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啊。但是我觉得，即使中国人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不表明啊中国人没有那个能力。只不过过去呢，中国没有发展到那个水平，所以呢没有获得奖而已。然后呢，我看到了，虽然比如说德国啊，德国人获得了很多诺贝尔奖，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其实他们很多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我们中国人因为过去呢比较贫穷落后，所以我们本身就是自然而然会神化所谓的一直这100多年领先的这欧美这文化以及他们这人，以为他们很聪明。其实我的观察，他们绝对普通人，就平均来说，绝对没有东亚人聪明啊。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我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否则你们看过去
特别是这几年，你看西方国家的，不管是政客也好，还是他们人民也好，人民选出了这样的政客，政客呢制定这样的那个制度啊，或是政策嘛，然后呢带领他们的国家走向撞南墙，可以说像德国这样，对吧？好像本来我们觉得看得非常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还那样做呢？本来就是把这个国家带向灭亡的，或是带向衰退的，像德国这样，过去很多脑残的政策，但是他们就这样做了，那就表明他们这个人不聪明嘛。有的人说，哎呀，没办法，因为德国是美国殖民地，他们得听美国的呀。但是你看，德国人受到他们媒体的洗脑，没有什么清醒的人，也许现实生活中有。但是呢，我没有发现多少，所以从过去你看我来到德国这20-30年来看啊，跟中国相比，中国真的啊，中国的那个上升速度特别的快，它那个抛物线它一直向上的啊，而且它那个坡度特别大。德国呢，我认为啊，它是水平的，停步不前，或者有的地方反而是下降的啊。过去30年来，特别是过去这4-5年吧。俄乌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啊，这2-3年，德国不管是经济啊，它都是萎缩的，就是每年负成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实际的，我们在德国人的实际的购买力是下降的，因为各种上涨，物价上涨，通胀，然后呢，工资上涨的速度没有这通胀的速度快，跑不赢啊。然后能源价格那么高，所以呢，整个国家你看，因为能源高的价格导致了工业出走或者是破产，然后呢，工人失业，对吧？这目前呢是无解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要紧跟着人家美国来制裁俄罗斯能源，最后导致了自己的国家经济崩溃，或者是那个破产创新高，然后各方面等等等等，然后这个什么气候转型啊，导致了德国你看反而很多方面往回发展了。就展开一点吧，告诉大家可能不信啊，在德国，因为绿党它得势嘛，绿党现在还是执政党，然后呢，整个德国社会它是属于那个词叫觉醒 ，woke 那个词，英语是 woke 那个词，觉醒也就是白左，我认为有点圣母婊的意思。这词的意思呢，其实它是比较宽泛的啊，就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呢，它是走于左倾的这个路线了啊。所以导致了很多情况下，很多是基于意识形态，比如说跟中国打交道也好，或者制定政策也好，导致了很多带领国家走向衰落、走向那个崩溃的这种局面啊。所以你看，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起来了，然后呢，德国错过了自己电动汽车的发展，因为德国过去它的政策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德国这传统或者燃油车，他们的那些游说的势力特别强大，然后呢，导致了比如说德国的政府呢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燃油车。目前看来啊，在德国甚至呢有这呼声，不是说2030年不准再卖燃油车了吗？目前看来，可能西方在走回头路，就是呢自己打脸自己了，反而中国当真了，中国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朝这个新能源车的方向发展，而西方呢，他原来就低估了中国吧，或者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多牛逼，然后呢，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新能源技术呢，再敲全世界的竹杠，让他们再享受几十年那个高薪啊、高水平的生活，然后呢，让中国还有其他那些国家一直帮那个西方打工。生产什么袜子之类的玩具等等，哪知道他们自己停步不前，而中国呢一直在默默的往前走，默默的在进行这个能源转型，还有电动出行化。中国成功了，因为中国政府的高瞻远瞩啊，很早就布局了。而西方呢，以为自己的电动技术有多牛逼，或者以为自己的燃油车技术有多牛逼。以为中国跟不上，所以呢，他们相当于昏睡了10多年吧，导致了现在你看德国突然发现中国的电动车技术啊，在横扫全世界，所以他们呢现在措手不及，但是已经错过了。德国这个立国之本的汽车产业崩溃之后呢，
会让德国从原来的高高在上的发达国家变回发展中国家。目前看来有这个可能。而且因为绿党得势嘛，所以他会灌输一些理念，比如说我们不要什么电动车，因为电动车你看中国的电都是用燃煤电厂发出来的。然后德国媒体一般不会报道，中国每年虽然建了一些新的燃煤电厂，但是呢它是代替那些老的。新的燃煤电厂从它的技术来说，从它的转换率来说，要比老的电厂要好得多。但是呢，西方媒体、德国媒体是不会说这正面的东西的。他们总是报道，你看中国每年还是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户是罪魁祸首。他们很少去报道，或者根本就没有去报道中国每年植树造林还有绿化工程以及新安装的这个风力太阳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每年装机的容量是全世界总和还要多。所以呢，普通的德国人认为中国确实还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户，也就是说中国是气候暖化的罪魁祸首。另外德国绿党得势，所以呢在德国人力自行车非常受欢迎，因为很环保嘛。然后呢还有人力货车，就是我经常拍的那就是一辆自行车，对吧？一般是前面或者说后面。前面的话它是有一个像那货箱一样的东西，大概是70-80公分长，然后40-50公分宽吧。里面一般还可以坐2个小孩，还可以放很多的货等等。像这种在德国特别受欢迎，因为出行绿色不用开车，还可以装货。这就是德国人现在自己调侃的，德国人呢现在是把这个重点放在货运自行车，而中国呢是放在电动汽车的研发上面。这就是两国的区别。在德国在欧洲一样，没有自己的技术平台 IT 平台，没有，用的都是美国的。所以呢在欧洲没有自己的大数据，德国人呢特别什么保护自己隐私，不想泄露自己的数据。殊不知每个人只要你用手机上网，每个人你只要使用比如说美国的这种数字平台，每个全世界人只要你使用它，那么你的数据每秒钟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美国去。然后傻逼德国人还以为自己的数据非常安全，真的他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数据是免费的送给了美国。这方面呢欧洲是没有自己大数据的，没有大数据你何来搞这个人工智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从这点来说全世界今后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绝对只有2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美国目前硬件比如说它这个芯片相对来说要比中国要好，而且要领先好几年，对吧？领先1-2代。中国也不是说输了中国的算力要比美国更牛逼，你从 DeepSeek 就可以看出来，对不对？所以各有所长。另外还是要说的今后是拼人才。人才是哪个国家更多？当然是中国了。中国人口基数在那里，中国的人的平均智商也在那里，那相对来说出天才的几率那肯定要比美国更多。美国人口基数要比中国少，虽然美国每年有全世界很多的人移民到那个地方去，其中不乏这些高科技人才。相对来说人才这个数量来说基数绝对是中国要大得多。加上呢中国人特别注重理工科 IT 方面的学科，对吧？而美国呢相对来说注重是文科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心理学方面的。所以从长远来看在拼人才的时代，今后绝对是中国的人才要比美国更多，中国的发展前途肯定要比美国更加光明。中国人花更少的钱，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的硬件，能够做出相对可能有的方面甚至比美国用好几亿、几十亿堆出来的东西要更好。即使是资金同样的情况下，中国的那个成本要低得多，那么最后中国产出的这性价比那肯定要比美国更高，产出也更多。加上中国人一个是聪明，一个是勤奋，对吧？
因为像德国、美国这种，它是比较注重所谓个人的自由啊，比较注重那个工作，还有生活的平衡等等等等。中国人比较拼，因为中国人自己也明白啊，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赶上来，这是中国的特性。就是中国人其实很多人是闲不住的，虽然给他比如说没有加班了，但是你们也发现中国人其实很多，因为现在在家也可以创业嘛，有个电脑有个手机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啊其实虽然下班了，但是还是继续工作的。一般西方人或者其他人就不一样，下班就下班，然后呢就不会再考虑什么赚钱啊工作的事了，就躺平啊或者是偷懒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要比美国更有潜力。美国目前只是在硬件方面它有一定的领先，但是长远来看，这个硬件啊，因为是动态的嘛，你西方人能做出来的东西，难道中国人不能做出来吗？给中国一点时间能够做出来。虽然网上以前我看见呢，比如说好像是台积电的某个高层，还有中国科学院的有某个院士也说过啊，像阿斯麦这种光刻机，中国很难做出来，或者几乎不可能做出来。如果是把话讲得那么死，我就觉得这个人是拿了钱吗？拿了西方的钱吗？来讲这种灭自己威风的话。当然，我不是这种理工科人才，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真的做不出来，只有那个西方人做得出来。反正我是不信的啊，因为中国人真的不比其他人笨。中国呢有5000年的历史，一直没有断过，就表明啊，中国这个民族它有韧性。另外呢，中国人的智商绝对是高的，否则不可能今天5000年后还存在这样一个中华这个文化。而且我们现在还能够读几千年以前的东西，而不用翻译2000年前写的东西，我们现在也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你看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哪个文明可以做到这样？所以中国肯定啊，在人工智能方面，今后呢是要比美国更有前途的啊。最后呢，在结束今天话题之前，我有一个想法。前面我们说了嘛，就是现在人工智能现在刚刚发展起来，而且有代替人类的趋势。目前不可能，但是这个趋势是往代替人类的那个趋势方向走。然后我就担心啊，现在我们也知道，中国这机器人的使用率是全世界，或者是绝对数量吧，是全世界最高的。据说2024年中国机器人的使用量是全世界任何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就像中国高铁呀，很厉害。美国的那个机器人使用的数量没有绝对数量没有中国的高，也就是中国是绝对是呢使用机器人最多的国家。一方面，我认为啊，用机器人代替人类是好的啊，也是整个国家应该努力的方向。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什么意思呢？我发现呢，我们有个误区，就觉得好像是使用机器人越多越好，代替人类越多越好。但是一个政府呢，也要那个政策也要跟上，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啊，一个机器人有的时候呢，可以代替比如说几十人、上百人的工作位置。那么你用了这个机器人之后，就会造成几十个、上百个人类那个工作丢掉了啊，失业了。也就是那个工作人类不可能去干了，永远不可能了。那如果是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它的背后有多少个家庭啊？那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假如一个社会你的科技老是呢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取代人类，政策没有跟上，那就导致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些人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因为我觉得科技的发展方向是要让人类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然后呢，减轻人类的一些体力啊、脑力劳动，对不对？把人类从这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呢用机器人代替人类就完了。我觉得这样思路完全错了啊！是要用机器人来让人类过的生活有更好的质量，更轻松。
所以呢，不能让这些人类失去工作，被机器人代替。那政府的职能就是制定一定的政策，然后呢，把收入再分配出去，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人，人人过上呢有尊严，相对来说有尊严的生活。你们说是不是啊？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能想到的办法是这样啊，比如说中国不是使用机器人越来越多吗？然后呢，你政府要注意啊，有关部门，这个机器人它值多少钱？然后呢，代替了多少个人类的工作？你代替越多，那么我觉得要给每个机器人收税，收的呢，对那个老板来说，不值得再使用机器人为止，代替人类啊，收多少税，收多久，等等等等。你收上了机器人税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钱再分配给通过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啊，分配到这个社会的各个国民身上？我觉得这点呢，我们一定要考虑，否则我们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光是用机器人代替人类，然后人类呢没有工作就不管了。那这久而久之，如果是这样，不管人类的有没有工作，有没有饭吃，不管人类死活，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迟早会出现问题的，会大乱。所以呢，政府的职能真的是啊，看看怎么样做一个平衡，比如说机器人和人类怎么样做到平衡。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可能呢，我们真的要收机器人税，然后把这个税收再通过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人呢，活得相对公平、相对有尊严。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观点。而且我觉得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定要照顾好那些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我认为一个是智力可能有一定缺陷的人，一个是呢这个精神有一定缺陷的人，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人的物理上有缺陷的问题，比如说像我的手啊就有点缺陷，或者有人缺胳膊的、少腿的，这些人可能他们跟所谓啊引号的正常人在竞争的时候，今后呢会跟机器人竞争的时候，他们处于劣势。既然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我觉得作为我们正常人啊，我们要考虑到怎么样让这些需要的人、有一定残疾的人、有一定缺陷的人，怎么让他们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认为这也是政府的责任。还有我觉得啊，像比如说年轻母亲呢，她有小孩，然后呢可能离异了，没有人帮她，这也是政府的职责，能帮扶他们一把。好的，朋友们，今天就是我通过这人工智能以及呢自动化机器人的使用等等，想到了今后我们人类往哪个方向发展，而我们作为政府呢，不能本末倒置，就是光考虑到那个人工智能或者是自动化机器人代替人类的繁重的工作，提高了生产力，但是最后呢本末倒置，导致了人类反而呢败给了那个机器人，失去了工作，让人类自己活不下去。那这并不是我们人类发展的那个初衷啊，对不对？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好好的考虑怎么样在人类和机器人之间做一个平衡，让人类呢享受更好、质量更高的生活。这我觉得才是一个我们人类发展的方向。好吧，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话题就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我希望呢你们把你们的想法写在下面，特别是对机器人和人类抢工作的时候，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那作为人类的那个政府应该怎么办？把你们的话、你们的想法写在下面啊！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我声明啊，这期节目绝对是我真人的，每一秒都是我真人的啊！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